杨洋演技不好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？细数杨洋出道以来的影视作品，不乏出圈爆火之作与代表性角色。出道近16年，杨洋不断拓宽的人物版图可组成一部人类高质量男性角色图鉴。2007年，杨洋饰演李少红版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一脚踏入演艺圈，彼时的杨洋青涩稚嫩。2015年，杨洋相继出演《盗墓笔记》第1季的张起灵和《旋风少女》里的若白师兄。剧中，张起灵容貌俊逸，沉默少语，最为智慧，神秘强大；若白则是一个典型的大师兄，他外表眉清目朗，为人淡然疏远，性格内敛，面冷心热，总是默默付出。两者都堪称白月光的存在。随后微微一笑很倾城中的大神肖奈更是童话故事也难寻的王子，一位全方面的天才，集学霸、校篮球队代表、游戏全服第一于一身。虽然性格高冷，但谈起恋爱来却是一位宠妻狂魔。放在2016年，这般顶配人设精准踩中了观众苏点。杨洋也凭借这部剧跻身当红流量小生，一时间被评为人间妄想男友。到这里便能发现杨洋的选角要点：容貌姣好，实力数一数二，性格高冷。角色特点可概括为晋江，起点两手抓，一个字拽。即便到了2021年，杨洋还没能走出自己的角色舒适圈。你是我的荣耀中，杨洋饰演的于途仍是一位天之骄子，清华大学毕业，就职于中国航天研究学院，坚韧执着，年轻有为，但还是不善言辞。而今年2部最新的作品也概莫能外，先是禁军特种兵，在特战荣耀中扮演龙傲天般的兵王焰破月，浑身上下散发着地表最强的气息。且是天下中依旧是一位一出场便是满级大佬的人物，他既是江湖上2大绝顶高手之一的黑风息，还是庙堂上的雍州世子风兰溪，温润如玉，俊雅绝伦，一个人便占据了天下4大公子之中的2个位置。但其贴脸是选角也曾翻过车，一旦试图离开舒适区演一些不同属性的角色，哪怕只是稍微灵动活泼了些，杨洋也是相当苦手。影版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，他演绎的夜华被潮油腻，海底捞抻面成为反向经典，舞动乾坤里的绝世英雄林动则拽成人间尤物。从张起灵到肖奈，再到于途和风兰溪，甚至有些黑历史的林动，这些角色始终离不开一个拽字。翻车后，杨洋重新回归舒适区。当演员与角色适配后，角色自带的魅力将为演员自身产生极大的赋能，简而言之就是角色红利。于是，每一个顶配人设加上熟能生巧的演绎，让杨洋或称人活着就是在不同的年纪反复爱上杨洋。杨洋确实有着多个代表性的角色，但细究下来，角色出彩并不意味着演技出色。且是天下开播1天后，话题杨洋端着登上热搜。近几年，观众在综艺里看到的是一个逐渐放飞自我的杨洋，表情管理下线后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笨蛋帅哥，贡献无数的搞笑名场面。这样的他着实谈不上一句端着。只不过杨洋没能将这般放下偶像包袱的自己带进片场，出演的角色一贯是如同前文所总结的性格沉静的满级大佬，不端着点又怎能体现角色的含金量呢？实际上，高冷的角色没有错，但需要演员拿捏好端着的度，把握好了就是庄重有风骨，典型如《琅琊榜》中王劲松饰演的严侯，年少时鲜衣怒马，年老时风骨不折，反之就是放不下架子，言行举止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设计好的模子里。如果把《且试天下》作为了解杨洋演技的起点，确实会值得观众一句还不错的称赞，尤其是在经历去年的古偶男主大奇观后。剧中，黑风息武功高强，心机颇深，风兰溪则体虚柔弱，素有人王之名。
黑白两面低强反差感，从呈现效果来看，杨洋演绎到位，但稍微考古一下，便能发现相似的表演。无论何种情绪，表情均是冷脸、皱眉、微笑三件套，模板化的表情放在于途、肖奈上也没有违和感。至于台词功底，杨洋的声音条件不错，但原声台词一直以来算不上优秀，吐字、重音都略显生硬，加上同质化的表演，无法塑造出真正生动鲜活的角色，只能批量生产属性雷同的于途们。长时间的演技套路，同时意味着明显的表演痕迹。看多了，最直接的观感就是，这是杨洋，而不是某某角色，成为了杨洋在先，角色在后。于是，这种几乎没有融入角色理解和特点的强，自然也容易让观众觉得是演员本人在装。无论什么题材，杨洋似乎演的永远是他自己，一个完美的帅哥 Big King。角色与演员是相辅相成的，一位角色若是缺少了演员演技上的支撑，那就空剩下一副人设与演员的皮囊。而单论颜值，杨洋绝对远超及格线，只不过美则美矣，毫无韵味。演技不怕混，就怕被比较。放在同水平的偶像剧中，自然比不出个清晰的名次来。但神仙打架中，最容易找出划水的那个，《知否》里的赵丽颖，《新居》里的童谣都是这么比出来的。现在轮到《特战荣耀》中的杨洋。第13集，燕破月和团长对峙一戏中，从台词、微表情、爆发力等方面，杨洋可以说是被降为打击，并且并不是扮丑了、脸脏了就意味着演技进步了。作为演员，自毁形象为角色服务才是本职工作。被夸的眼神细灵动，其实在最早的《红楼梦》，甚至是豆瓣评分3.7的《新洛神》中，杨洋的眼神同样是赞誉有加。每逢新剧，杨洋就被夸演技进步，可真要比较起来，便能发现，现在能做到的，以前照样能做到。粉丝滤镜下的演技进步，不过是种虚假的进步。让杨洋看起来端着的另一个原因，就是自身仪态。军艺出身，6年文艺兵的经历致使杨洋有着挺拔的正气以及不自知的体态管理。大多时候这的确一个优点，但随时随刻紧绷的腰背，放到古装剧中，一不注意就显得突兀。在古装剧里站军姿并非不好，但关键还是要适合角色。因此，端着这一争论，归根到底还是演技不足。近10年来，古偶剧一直是影视剧众多分类中能让演员迅速爆红、圈粉的大饼。如今错过古偶红利的杨洋已迈过而立之年，转型或多或少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难题。他曾在采访中说到，这些天我一直在犹豫下部作品该拍什么。思量中，杨洋在积极求变。杨洋前有《特战荣耀》，试图通过军旅剧脱下小生标签，转型硬汉；后有《且试天下》，双重身份多面演绎。然而求变之下，这些角色用的仍是此前的选角逻辑，主角光环永不下线。对于杨洋，或许可以像卢定义一样，尝试放下对市场的刻意迎合，补齐短板，提升作为演员的专业素养，稳扎稳打，一步步拓宽选角舒适区与作品题材范围，凭借作品说话，以质量破局，从明星成为演员。